阿门。圣徒们，仔细听，就我所做过的所有演讲而言，我相信这次关于从福音医疗宣教的角度谈健康的演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圣徒们，我相信敌人对上帝降临的子民的攻击一直都非常猛烈。因为上帝的子民在学习上不够忠诚，他们误解了某些著作。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浅尝辄止，从不在学习之前停下来祈祷。而当我们开始学习时，就像我们研读圣经一样，必须逐行逐句、逐条逐句地研习预言的精神。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正确地分辨神的话语。还有2位圣徒。事情是这样，你不能重复一遍，你不能用预言的某些部分来谴责预言的其他部分。就像经文一样，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和谐一致，预言的灵也从起初就保持一致。到最后，好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们会使用一切，我们会使用所有的著作，我们会引用与圣经和谐的先驱们的著作，我们要保持和谐。圣徒们，我想毫无疑问地告诉你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会证明给你们看，每一位7天复临信徒。实际上是用尼古丁作为 COVID 的解毒剂。为了立即确保你的想法，让我与你分享这一点。就像维生素 C 是橙子中含有的化合物一样，尼古丁也是烟草中的一种化合物。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植物。因为如果我测定橙子中的维生素 C 的序列，它与草莓中的维生素 C 的序列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化合物是相同的。如果我测定烟草植物中的尼古丁的序列，或者从卡宴辣椒中测定，结果也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因为化合物是相同的。化合物是相同的，你从哪个来源进行测序没有区别。事实上，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吗？尼古丁可以在烟草植物之外进行测序，你不需要用烟草就能获得尼古丁。你不需要使用烟草来提取尼古丁。我想在开始时告诉你，因为它是存在于许多其他物品中的化合物。圣徒们，把你们的问题写下来。等我讲到一个不错的部分后，我们会打开它。圣徒们，你可以凭着上帝的恩典提任何问题。你可以说出你所感受到的任何话。听好了，是主放在你口中或舌头上的话。请随意提问，因为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直面回答。凭着上帝的恩典，我向你保证，我会完整的回答你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开始吧。我建议你带上所有的朋友和家庭成员，因为这个话题将会是你一生中听过的最重要的健康话题。因为你知道吗？
我常常读到，如果主没有干预，甚至连那只田也不会在这里。而且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什么能让那只田都无法存活？自从我研究 COVID-19大流行之后，我明白了敌人的计划是以各种方式摧毁上帝的所有子民。圣徒们，如果你们理解了剥离的技术，就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深的理解。圣徒们，你们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吗？现在比以前更糟糕，疫情比2020年刚开始时更严重。但是我们还不理解，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是在白蚁行业中使用的原则：不杀。你知道的白蚁，最初当你想要摧毁整个蚁巢时，不要杀死最初的那些白蚁。你明白原则是什么吗？就是感染它们全部。你只需要感染大约25%的白蚁群体，让这25%返回到剩下的75%中。短时间内，所有75%的白蚁都会受到影响。结合25%，意味着100%都会受到影响，所有人都会死亡。在疫情期间，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接种疫苗，但至少要覆盖人口的25%。在5年的时间里，你将经过足够的交叉感染，在短时间内。你可以毁灭整个族群，而且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未接种疫苗的人患上了癌症，他们也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让我再补充一下激素癌症，我说的是癌症，但其实是激素癌症。他们上床睡觉却难以起身。还有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他们正在疑惑这些症状从何而来，没有意识到这仍然是 COVID 病毒在传播，仍在散播。如果你感染了 COVID，但没有正确应对，在12到24个月内，你可能会发展成痴呆症。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在疫情期间一起工作，他还活着。在其中一所机构工作期间，某天突然间，我的朋友在我们某个生活方式中心工作时，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拜托，圣徒们，我亲眼目睹我们的顶尖福音医学传教士之一也出现了心脏方面的问题。他心脏病发作了。我认识那个年轻女士，她非常严格。我们在生活方式中心所做的事情是，传福音的医疗传教士在帮助病人的同时，也有人被癌症折磨。既然有答案，就有解决办法。今天我们要向你们介绍这个。我们慢慢来，接下来会进入这个演讲。我们想听听伊莲·怀特怎么说。确保你写下你的问题，因为我不希望你遗漏任何一个。很快你就能问所有问题。我只是先不想让你分心。我们开始吧。解药。那边的 N 代表尼古丁。
尼古丁是应对整个 COVID 大流行的解药。诸位，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坚信无疑有害的植物。耶稣并没有种下这些植物，地球上的所有植物都不是由耶稣种的。我相信地球上有一些植物，包括烟草，就是那些撒旦亲自栽种的有害植物之一。我相信撒旦已经读过神的末世女先知所写的整本属灵预言。我相信，因此他拼凑了一种混合物。实际上，你知道，当你研究新冠疫苗时，发现新冠疫苗中还有36种不同的毒液。你知道它在科学界被称为什么吗？它被称为鸡尾酒。我相信撒旦制作了这个鸡尾酒，也就是疫苗鸡尾酒。以及武汉排毒鸡尾酒一起。当他将它们组合起来时，他知道自己想要使用一种只有地球上那些成功反对他的人才不敢触碰的溶液，那就是尼古丁。但从技术上讲，上帝的子民感到困惑。烟草和尼古丁这两个词没有认识到尼古丁是 tobacco plant 之外的独立化合物。正因为如此，人体的每个细胞、每块组织都具有尼古丁受体。我们开始吧，慢慢来，逐步建立这个理解。主说：“如果你们殷勤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声音，他必行那善，是在他眼中看来是对的，也必听从他的诫命，遵守他的所有律例。我必不将我在埃及人身上所施加的疾病，那些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主。”主向古以色列人应许，只要他们紧紧依靠他，遵守他的所有要求，他就会保护他们，免受他曾降在埃及人身上的所有疾病。但这个承诺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如果你这样做，我就那样做。圣经在箴言26章2节 B 部分说：“咒诅无缘无故不会临到人，因为我可以将你从因果中带出，从结果反推回原因。”我们在医治的事工一书中被告知，疾病从来不是没有原因的。疾病的定义是什么？有人知道吗？他说，疾病是自然为了使系统摆脱因违背健康法则而产生的状况而努力的表现。什么是健康法则？纯净的空气、阳光、节制、休息、运动、适当的饮食、用水、相信神圣的力量，这些才是真正的疗法。任何低于这些的都将是伪劣的。圣徒们，这句话非常深奥。我记得我在 Wildwood 教书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其中一段。这段内容是这样说的：有很多种练习疗愈艺术的方法。来吧，圣徒们，你们听到了吗？主称健康工作为疗愈艺术，但天上只认可一种方式。你们听到了吗？天上认可的只有一种方式。上帝的疗法是自然的简单手段，他们凭借强大的属性，不会耗尽或削弱身体系统。纯净的空气和水，清洁、合理的饮食、纯洁的生活，以及对上帝的坚定信任，是那些因为缺乏这些而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良药。现在这个说法是甜美的。他说，上帝已许诺自己。上帝做了什么呢？上帝将自己作为保证。如果你这样做，他说我会那样做。让我们去看看他说了什么。
他说，上帝已承诺要让这个生命机器保持有益的运作。如果人类代理遵守他的法律，我们在谈论哪些法律？我们说的是道德法，也就是十诫、健康法以及心灵的法则。所有那些支配人类机制的自然法则，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现在看这个，并与上帝合作。我今天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与上帝合作？你如何与上帝合作？我们开始吧。主曾赐予解药，让我们来看一下解药的定义。什么是解药？它是一种抵抗毒药的剂物。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如果你们只回去研究词源，告诉你们，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会做一点词源学的研究。我们回头研究一下病毒这个词。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你是否曾经停下来研究一下病毒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你知道它的意思吗？它指的是有毒物种的毒液。这就是词源学，也就是这个词的最初含义，首次使用的意思。所以他说的是解毒剂，一种抵抗毒药的药剂。上帝提供了解药。关于简单植物的疾病，这可以在不否认信仰的情况下被信徒们使用，因为通过利用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我们与他合作。你知道的，我在微笑。前几天我在观看这个演示时，意识到撒旦他拍了一部电影。这描述了整个科尔比时代。在那部电影中，那个先生生病了。他说：听着，他们叫他科尔比。当他生病时，他们叫他毒液。你知道吗？他被毒液感染了。我认为他叫科尔比毒液。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们一直问解药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直接说出尼古丁。我在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知道的，这些人是游戏，这些人是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灵性辨别力来与这些人打交道。这些人不正常。我们来这里，主为疾病提供了简单植物的解药，这些可以凭信心使用，且毫不否认信仰，因为我们通过信仰利用神为我们提供的祝福。我们正在与他合作。圣徒们，你们看他是如何用预言的精神来解读他本身的。好吧，那么如何与上帝合作呢？通过使用在治疗疾病中简单植物所找到的解药，就这么简单。主已经赐予一些田野中的简单草药，在圣徒们，你们知道吗？我记得在研究预言的精神时，每次我转念，主都不断重复这个词：简单的草药，简单的草药，简单的草药。当你查 simple 这个词时，它的意思是一个，好吗？所以我在想，那一个可以用来应对大流病、解决问题的物品是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之前不知道我们在面对什么，所以我们 concocted 一些混合物。我们用大量的物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不知道问题所在。请看他怎么说，让我回去看一下，让我回去看一下。他说，主已提供了什么？疾病的解药，在简单的植物中。你再听一遍吗？简单。查一下 simple 这个单词的定义，意思是一个，好吗？所以你可以用一种植物作为解药。好的，主赐予一些田野中的简单草药，有时是有益的。如果每个家庭都懂得在生病时如何使用这些草药，许多痛苦可以被避免，也不必叫医生。这些传统的简单草药，如果聪明的使用，本可以救治许多因药物而死的病人。听听这个，永远都要研究和教授最简便的治疗方法，随之而来的将是主的特殊祝福，因为这些方法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圣徒们，你们看我们调配的这些所有药剂了吗？关于 COVID 排毒，
诸位，只有富人才有这个。有人所在的国家，人们无法接触这些东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富人会活下来，穷人会死吗？不，不会的。不，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上帝有解决办法，这些都存在于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简易方案中。每一个国家、族类、方言和人民都像福音一样，有许多简单的草药。如果我们的护士能够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就可以用它们代替药物，且效果非常显著。现在，圣人们，我喜欢这句话，这是一句深刻的话。如果我希望你们在整个演讲过程中记住任何一句话，那就是这句话。听好了，它也是非常圣经的。他说，神已经为可能折磨我们的每一种疾病提供了疗法。撒旦不能折磨任何人，任何上帝没有提供治疗方法的疾病都不必担心，所以你不用担心任何疫苗或你的 DNA 会因此而改变，任何疫苗的改变或其他变化都无法做到。如果能做到，你应该知道上帝会给你解决的方法。必须找到逃避的办法，不要让人把这些与圣经联系在一起。在你们面前的教导，那是胡说八道。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他们给疫苗定序了，但任何疫苗都没有 mRNA 技术吗？那是谎言。撒旦说谎了。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就是圣经所说，要一切验证。神为可能折磨我们的每一种疾病都提供了治疗方法。撒旦不能用神没有提供治疗手段的疾病折磨任何人。我们的创造者预见到了当今人类的悲惨处境，并在自然中为人类的所有疾病预备了应对之策。1894年8月13日，在受到启示的指引下，66岁的艾伦·怀特写了一封信给斯蒂芬·哈斯克尔，表达了他对由于流感病毒而死去的人们的深切关心。他写道：“整个新南威尔士州，这在澳大利亚，我们经受了流感疫情的考验。几乎每个家庭在城市和乡村都受到影响。有些人现在非常严重，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食用肉类的人比不吃肉的人恢复得更慢一些。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所有的肉类产品都经过了疫苗接种。所以你可能没有打疫苗，但你在吃别人的食物。通过吃别人的食物，也可以接种疫苗。一旦那东西进入你的肠道，它就会产生 COVID-19 疫苗中所含的36种不同毒素。我有研究资料，资料显示，儿童似乎没有成人那么受影响。诗篇91章7节说：“1000人仆倒在你侧，10000人仆倒在你右边。”未指明具体数字，在你右手边，但他将不得靠近你。无论有什么危险，他都不会伤及信靠上帝的人。在上帝的保护下，他是安全的。这是让人在极度危险时保持坚定信心的信念。圣徒们，这是一句我在属灵预言中最喜欢的引用之一。这让我继续以我一直以来的方式学习。经文说，随着宗教侵略破坏我们国家的自由，说那些坚持良心自由的人将被置于不利位置。为自己着想，他们应在有机会时了解关于疾病、其原因、预防和治疗的知识。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COVID-19 疫苗会引发糖尿病。它会导致高血压，它会引发中风，它会引发心脏病，它会导致突发死亡，它会引发各种类型的痴呆症，它会导致可怕的癌症。诸位圣人，你们想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能应对当前的疾病，除非你首先应对新冠疫情。除非你解决了新冠疫情，否则你的任何方案都不会成功，明白了吗？这个时机即将到来，劳工工会的控制力量将变得非常压迫。
主一次又一次地指示我们的人民应将家庭从城市带到乡村，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因为将来买卖的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种子里加入了毒药吗？你购买用来种植、生产食物的种子，它们从那时起就自动含有毒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自有毒种类的毒液存在于你购买用来种植食物的种子中。艾伦·怀特对于辐射治疗有什么看法？顺便提一下，圣徒们，那个不知道的人，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先知，上帝的末世先知，曾患有3种不同类型的癌症。你知道他曾患乳腺癌吗？你知道他曾患眼癌吗？你知道他曾患皮肤癌吗？他说，在这3种癌症中，最严重的是差点要了他生命的眼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播放了关于阳光的视频。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们的先知曾摔倒并摔断了髋骨，而且你也会注意到他平时写作的方式。你知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过。我们知道维生素 D 缺乏会使你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600%。我相信我们的先知可能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在户外。艾伦·怀特对放射治疗有什么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被指示 X 光属于辐射，就让我告诉你，这是他当时用的说法。并非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莫大的祝福。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很大伤害。一些电疗的效果类似于使用兴奋剂的结果，随之而来的会是一种虚弱。这就是仆人不得不说的话。他实际上还说了更多关于辐射的声明，我没有全部写进去，但请看这个。好几周来，我接受了 X 光治疗，以除去我额头上的那块黑斑。总共进行了23次治疗，成功完全去除了那个痕迹。对此我非常感激。所以，白姐姐曾经患有皮肤癌，她实际上在1900年代初使用放射治疗来应对这种情况。让我们开始吧。艾伦·怀特有什么要说的？关于茶和咖啡，因为我说的茶是指绿茶、红茶、印度奶茶、白茶、甜茶、红茶、立顿冰茶这些东西，明白了吗？我不是指薄荷茶之类的，我说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茶。那么，艾伦·怀特对茶和咖啡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开始吧。顺便说一句，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你实际上可以把茶这个词说成是英国的用法。它代表的是 Theasinensis， 所以你知道吗？当板球运动员打板球时，他们说：“哦，我们要去喝茶休息。”然后他们会去喝红茶。好的，所以那个茶这个词并不指那种茶这个单词。好，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中有谁在办公室工作吗？你们想复印一份文件，然后说：“嘿，你能帮我复印一下吗？”看这个，我从来没有直接告诉那个人：“你能帮我复印吗？”我刚刚说，你能帮我复印一下吗？他们说，瞧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施乐 Xerox 与复印有关，他们自然知道我指的是帮我复印这个。但他们所做的是用了这个品牌名称，而不是具体说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你能帮我复印一下吗？他们没有说你能帮我复制一下吗？而是自动用于复印相关的品牌知道是要复印。这就是关于茶的事情。茶这个词代表神生成，英国人特别用茶这个词指的是红茶和绿茶。所以我想让你知道，当你说茶这个词时，不仅仅指薄荷茶，这些是茶，具体指绿茶和红茶。白姐妹稍后会为你们解读，所以你们会看到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好吗？我们继续。茶对身体是有毒的，基督徒应该不要喝。
他说，如果你被称为基督的名，就要远离茶。咖啡的影响在程度上与茶类似，但对身体的影响仍然更糟。它的影响令人振奋，只要它超出正常水平，就会耗尽能量，带来低于正常的挫折感。喝茶和咖啡的人脸上都带有痕迹，皮肤变得萎黄，呈现出没有生机的模样。健康的光彩在脸上无法看到，各种类型的疾病都会出现。茶、咖啡、麻醉品、鸦片和烟草的使用给人类带来了伤害。这些有害的放纵行为必须全部戒断，不仅仅是其中之一，而是全部，因为它们都具有害处，对身体、心理和道德力量都具有破坏性。好吧，因为它们都对身体、心理和道德力量有害，且具有破坏性。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应当停止饮用茶、咖啡和烟草，以及含酒精的饮料，在人工兴奋剂的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程度。如前所示，茶和咖啡的作用与葡萄酒、苹果酒、烈酒和烟草的作用趋向相同。茶和咖啡具有刺激作用。它们的作用与烟草类似，但影响较小。那些使用这些慢性毒药的人，请注意，那是先知，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除了喝红三叶草茶之外，没有喝过任何茶。如果我喜欢喝酒、喝茶和喝咖啡，我也不会使用这些破坏健康的麻醉剂。我真是健康，也真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的一个有益的榜样。圣徒们，你们听到先知在说什么了吗？他说：“我没有喝任何茶，除了绿茶或红茶，除了他说的唯一一种草药茶。现在他又回来了。我唯一用的草药茶是红三叶草茶。我们知道这对荷尔蒙有好处，对清洁血液也有益。你知道，因为他曾多次患癌，增强免疫系统，平衡荷尔蒙，明白了吗？”他说：“我不会使用这些有害健康的麻醉剂，所以他称它们为麻醉剂，因为我珍惜健康，也珍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的良好榜样。现在，诸位圣徒，请注意这点。他说，喝茶和咖啡是罪。现在，圣徒们，让我问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犯罪，还能得救吗？我们可以明目张胆的犯罪，还能得救吗？答案是否定的。好吧，看看这个。喝茶和喝咖啡是一种罪过，一种有害的放纵，就像其他邪恶一样，伤害灵魂。这些亲爱的偶像造成一种兴奋，一种神经系统的病态反应，而且在兴奋剂的直接影响过去之后，它会下降到低于平均水平，就在它的刺激性升高到超出正常的那一程度。圣徒们，无论是小罪还是大罪，都是一样的。圣经说罪就是违背律法，他没有说小罪是违背律法，也没有说中等罪是违背律法，更没有说大罪是违背律法。他只说罪就是违背律法。你不能说轻微怀孕、中等怀孕或严重怀孕，怀孕就是怀孕。咖啡作为药物，我有20年时间并未有意喝一杯真正的咖啡，只是在生病时为了药用，我喝了一杯咖啡。听着这个非常浓烈，里面打了一只生鸡蛋。哦，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他说什么？我喝了一杯咖啡，非常浓烈，怀孕了。一颗生鸡蛋打入其中，当做药用，而不是作为饮料。我也不用茶，无论是绿茶还是红茶。哦，罪过！
所以他给你定义了茶这个词，无论是绿茶还是红茶。来吧，让寓言的精神自己解释自己，好吗？看看这个，许多年来我还没有喝过一勺，除了乘船横渡大洋的时候，而且曾经只是在这边，我在生病呕吐时把它当作药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缓解。所以，圣徒们，你们看到了先知。很明显，尽管他说不要使用这个物品，但这个物品可以作为药物使用。它们不能用作饮食用途，也不能用作日常的随意使用。但是在医疗类型的情况下，它们可以用于那种情形。来吧，斯泰西，如果我说的有道理，你就说，兄弟，听着，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只是想向你展示这个原则，我想让你看到这个原则。这是一种罪，但作为药物则不是罪。你们看到了吗？随意使用是犯罪，但作为药物则不是罪。艾伦怎么说的？关于奎宁，艾伦对奎宁有什么看法？他说：“你看，奎宁真是了不起的。如果我认识任何人，哦，兄弟，加勒比在这里，从牙买加来的，任何来自牙买加的人都不会否认，在牙买加那里有一个叫做奎宁公园的公园，好吗？因为在以前，他们担心有人感染疟疾，而真正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是奎宁。奎宁树皮绝对是最有效的之一。哦，看看，我寄给你一些东西，你可以用来治疗疟疾。所以在牙买加，为了预防人们可能感染疟疾，他们想确保拥有治疗疟疾的必要药物，所以他们种了一种叫做新康卡树皮的植物。结果，在牙买加那一块地区就被称为新康卡公园。让我问你，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去过新康卡公园？你们中有多少曾经去过新康纳公园？阿门，阿门。如果你还没有，我想告诉你，你可以去看看，它就在那。新康纳公园的植物就在牙买加。新康纳富含奎宁。如果你记得在疫情期间，你会听到现任总统说过。唐纳德提到，服用羟氯喹，它是应对疫情的解药。你知道，草药版的那种是金科拉奎宁，他们从整个非洲、整个亚洲的金科拉中提取这些成分。大家都知道这个，都在使用。而且，这种植物实际上帮助人们战胜了疟疾。你知道吗？这也对狼疮有帮助。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但你们知道，在疫情期间，服用羟氯喹这种狼疮药物的患者，没有一个感染新冠的狼疮患者吗？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诉你们，我有很多关于狼疮患者的故事，因为我不得不与他们合作，所以涉及到 COVID 疫情。在大流行期间，正在服用羟氯喹的红斑狼疮患者从未感染过 COVID。我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士，她患有红斑狼疮，并在服用羟氯喹，她从未生病。她的丈夫后来接种了 COVID-19疫苗，虽然他们亲密接触，但在他接种疫苗后，他从未传染给她。因为羟氯喹是帮助预防 COVID-19疫苗脱落的药物之一，
因此，虽然他接种了疫苗，他从未接种，但他每天都要服用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药物中就有羟氯喹，他从未生病。既然我可以讲故事，强剂量的药物由马克森博士给予，确实带来了积极的副作用。他给患者服用如此大量的奎宁，他坚称这比少量的效果要好得多。我们不知道盖布斯博士使用药物后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汞、盐开、奎宁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你看见白姐姐把奎宁放在哪里了吗？汞、盐开。奎宁带来了如此痛苦的程度，只有在上帝的日子里才能完全揭示。进入体内的汞和氯霉素制剂，只要系统中剩下一点，它们就会永远保持其有毒的力量。这些有毒的制剂，它们摧毁了数百万，留下受苦的人在地球上过着痛苦的生活。嘿，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当上帝的先知说话时，圣徒们，有时候我的双腿都会颤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怀特姐妹在讲道时，她是在为上帝传达和平。她的话语非常有力量，好吗？非常有力量。听听这里说的话，没有这些危险的混合物，大家都更好。圣徒们，当你听到先知说话，知道他是上帝的话语传递者，你会用任何奎宁吗？会用任何氯丁吗？会用任何水银吗？当他说所有人都不应使用这些危险的混合药物时，这是上帝的使者。而后他又回来说到，几乎每一种疾病都让可怜的受害者变得畸形，伴有可怕的溃疡和骨头痛苦、牙齿掉落、记忆力减退、视力受损。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我的主。他们是毒药制剂的受害者，许多情况下，这些毒药被用来治疗一些轻微的不适，而经过一两天的进食后，这些不适本会自行消失，无需服药。然而，由医生使用的有毒混合物却证明了他们的祸害。仁慈，这是这个机构的工作。正如各种总监报告中所指出的，主要是在个人指导每位患者了解导致酗酒的原因、对身体系统的影响，以及对精神和道德品质的影响，以及用以克服这一习惯和解毒已经摄取的毒药的方法。渗透到系统中，并弥漫在人类的整个存在中。改革的体系不是药物治疗，它不是一种用药和排毒的体系，也不是逐渐减少酒精使用的过程。在这个机构的门口，口号是完全戒酒，包括任何形式的酒精。医学中没有酒精滴剂。圣人们，你知道我们使用的那些滴剂吗？如果它们是由酒精制成的，主说不，不能用麦芽增强的提神剂或其他刺激剂、麻醉剂，但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酒精使用。无论是混合麦芽、奎宁、姜、鸡蛋、牛奶、苹果酒，还是柠檬水。从我作为加勒比成长的孩子的记忆中，我还记得我们曾经看到诸如补充剂，让我看看能不能记起它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帮我记忆都是以前的补充剂名字。我们把它们放在柜台上的，那时候它们里面有那么多酒精，以至于不会变质。Codofero， 其他人有谁还记得 Codofero 吗？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个东西里面的酒精那么多，以至于可以放在柜台上，不用担心变坏。你可以把它们放在那里几个月，
也绝不会变坏，因为酒精含量很高。正因为如此，当我决定在加勒比开一家健康食品店时，我知道我不能使用任何以酒精为基础的这些物品，比如很多苦味剂，比如硫苦味剂，以及我们以前用过的那些苦味剂，因为这些都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东西。我想买来存放，但我决定查看一下成分。当我看到酒精含量时，简直惊呆了。这也是为什么像漱口水这样的东西，比如漱口水，你永远不会看到我推荐。你看漱口水，酒精含量大约是39%，好吧？它破坏了肠道微生物群，也破坏了口腔微生物群。漱口水并不是一个有益的解决方案，供个人刷牙时使用，并希望他们保持健康。好的，现在听着，圣徒们，也不应该有醋剂，因为醋是什么？醋是发酵的酒精。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听我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巴巴多斯，我和法利弟兄在巴巴多斯做一个节目录制。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位科学家走过来跟我们说话。顺便说一句，这位科学家今天已经去世了，因为他以为自己比先知还聪明，但今天他死了。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科学家的故事。Farley 和我正在巴巴多斯做一些节目，这位科学家走过来说：“哦，陆克弟兄，你相信那个先知吗？”我说：“是的，我相信。现在他是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圣徒们，至少他说他是这样。”然后他说：“你知道他曾经是个酗酒者吗？”圣徒们，我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讲白夫人曾经喝醋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他曾对醋上瘾。很多教会成员都以为他会因此而死，因为他试图戒掉醋的习惯非常强烈。他们认为他快要死了。但感谢上帝，通过祷告和禁食，他们成功戒除了这个习惯。白姐妹也因此摆脱了用醋的习惯。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件事。当我听到有人谈论用醋对付母亲和父亲时，以及那些小婴儿之类的东西，他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布拉格的苹果醋有那种母瓶，或者别人都在谈论的那种，绝对不是。对此类东西的口号是不。醋是发酵的酒精，好吗？那么我们继续。这里写着，药中没有含酒精的丁剂，也没有由其他兴奋剂或麻醉品强化的温和补品。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完全戒除酒精的使用，无论是混合麦芽、奎宁、生姜、鸡蛋、牛奶、苹果酒，还是柠檬水，药物常被承诺能恢复健康，而那些可怜的病人被彻底用药，使奎宁、吗啡或其他强烈破坏健康和生命的药物。那个词不太合适，这就是在先知的精神中如何翻译的。自然永远不会发出充分的抗议，但是放弃挣扎，他们可能会继续以充满希望的不受惩罚的方式保持错误的习惯。正确并且坚持不懈的有意识的养成的习惯，将逐渐消除疾病的原因，而不需要依赖强烈的药物。许多人沿着自己的自然放纵一步步前行，这正是造成这一自然状态的原因。尽可能多地介绍这些事情。现在，圣徒们，我想告诉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将阅读一个关于一位年轻人的故事。他是第7日圣徒，信奉所有的著作。他是一名福音医学传教士。他阅读了怀特姐妹关于奎宁的说法，然后他的孩子患上了疟疾。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的孩子不使用这种奎宁，孩子就会死。他说 ：“NASA， 我不碰那个。”他说：“先知说了，不，我不碰。”听这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在澳大利亚，一个一直在岛上担任传教士的兄弟告诉母亲，他唯一的儿子生病了，死了。他患有严重的疟疾，他的父亲被建议给他服用奎宁。
但是根据证言中关于避免使用奎宁的建议，他拒绝给予，并且他的儿子死了。好了，圣徒们，我没有全部取出所有的文字，怀特姐妹，原谅奎宁，我只取出了一些，知道吗？但听听那人说了什么。鉴于证言中关于避免使用奎宁的建议，他拒绝了，而他的儿子死了。我们走吧。圣徒们，深思一下，好吗？慎，看这个。当他见到白姐妹时，他问了她这个问题。圣徒们，听好他问的问题：我要是犯了罪吗？圣徒们，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很深，他在问先知。主说，除非他向他的仆人先知显明，否则他什么也不做。所以这个人现在在问上帝的代言人：我如果知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疟疾，而唯一的办法是给那个男孩服用奎宁，结果他会死，那我是否会因此犯罪？如果我知道应对新冠疫情还有其他办法，而我选择使用尼古丁贴片，而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也会死，那么我会不会有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让我可以使用矿山，只是为了旅行，只是一点点。阿门。我允许斯想去旅行，好吗？让我们看看先知的反应。他回答说：不，你没有犯罪。我们被期望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哦，何等蒙福的主的名！神的代言人说了什么？不，你没有犯罪。不，你不会犯错。我们被期望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我们走吧。哦，愿赞美主的名。圣徒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精彩了。让我们一起学习。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尼古丁？它来自哪里？有哪些好处？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们不会浪费时间。什么是尼古丁？尼古丁。圣徒们，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话题吗？因为我们需要把尼古丁这个词和烟草区分开来。因为尼古丁是在枣子中发现的，它在番茄中找到，在辣椒中找到，在茄子中找到，在胡椒中找到，在花椰菜、西兰花、羽衣甘蓝中找到，在南瓜、奶油南瓜、桌面南瓜、夏南瓜、冬南瓜中找到。它在印度中找到，它在罗勒中找到，它在百里香中找到，它在牛至中找到。所以你猜怎么着？我们需要将尼古丁这个词与烟草分开，因为尼古丁只是烟草中发现的一种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在许多其他植物中也能找到。你们跟得上我吗，圣徒们？我们必须区分尼古丁这个词、这个化合物与烟草，因为烟草并不是唯一含有它的植物，它在许多其他植物中也能找到。因为人体的每个细胞、每块组织都具有尼古丁的受体。让我们来看看。尼古丁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植物生物碱，它主要由茄科植物及茄属植物产生，作为对昆虫的天然防御。从前几天开始，我看到库尔特兄弟发布了一个视频，里面显示了一只鸟，你知道，是一只鹰，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鸟类。听着，你知道，有些鸟会去寻找香烟和残渣，然后放入它们的巢穴中，以防止细菌进入巢穴，以及防止其他关于试图进入巢穴的物种，比如蛇之类的。他们说这东西很深，因为蛇会爬树，它们会试图进入巢穴吃蛋。但如果它们闻到尼古丁，就知道，如果它们闻到尼古丁，它们会远离。前几天我和一个加勒比海岛的朋友谈话，那里的烟草植物很多。他说：卢兄，你知道我们在我的岛上是怎么做的吗？我们在整个花园周围都种上烟草。我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他说：可以，因为它能挡住蛇。我说：哦，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于是他说：我的地方有很多蛇，因为我整个花园的围栏都是烟草植物，它能驱赶蛇。所以我对他说：弟兄库尔特，没那么容易。弟兄库尔特，不，鸟们懂得尼古丁的重要性，甚至会去寻找。听着，烟头，
我正在用烟头筑巢，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很了不起？好的，我们继续。叶 shade 科植物及茄科作为对抗昆虫的天然防御，在人类中，尼古丁与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结合，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中影响多种神经递质的释放，包括多巴胺、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哇，尼古丁的积极作用。听这个，前几天我们的一位朋友，一位年轻女士，是一名护士职业者。她住在英国，她的女朋友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MS） 已有7年。我们开始谈论尼古丁可以逆转多发性硬化症以及类似的其他事情。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已有7年了。他的女朋友开始使用尼古丁贴片。听着这个，记住，他已经7年没走路了。他贴上了一个尼古丁贴片，而且在30天之内，你知道吗？他的女朋友就停止了行走。听着，姐姐，听我说，这个年轻女子是个会计师，她已经7年没走路了。她贴上了一个尼古丁贴片，而且在30天之内，这位小姐就停止了行走。最终，会计联系我说：“陆克弟兄，我有个问题。”我问：“问题是什么？”顾问他说：“因为我有7年没有走路了，我的肌肉萎缩了，它们变得很小，已经不够强壮撑起身体了。”他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像坐在固定自行车上一样骑一骑，直到我把腿练得更强，能够支撑起我的身体。”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把剩下的方案、维生素 D、牛磺酸以及其他所有东西都交给了年轻女士。赞美主的名，如今这位年轻女士已经恢复了走路能力。在7年之久未曾行走之后，奇迹发生了。尼古丁的积极作用包括改善注意力、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集中，增强工作记忆。一些研究还发现，它对短期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有改善作用。顺便跟你说一件事，我有个好朋友，他和我告诉你他的名字 ，Davis 博士。我们一同环游了世界。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我们帮东北联盟确保他们不感染，因为 COVID 的重灾区在纽约。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Davis 博士，我自己 Nash 博士、McBride 博士以及许多其他人一起帮忙东北联盟。前几天，我接到达利牧师的电话。达利牧师说：“卢克弟兄，你知道吗？达利牧师去了乌奇平尼斯，那是戴维斯博士工作的地方。当他到那里的时候，他意识到戴维斯博士患有帕金森病。他发现戴维斯博士既患有帕金森病，又有阿尔茨海默病，这让他觉得很困惑，怎么会在我们机构工作的戴维斯博士同时患有这2种疾病呢？这说不通。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不合理。不过从那以后，如果你和我们待得够久，我们可以向你展示一些研究，证明如果有人感染新冠后，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2到24个月内，他们会发展成痴呆、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病、亨廷顿氏病、MS 等各种疾病都会出现。所以现在我听到很多人说：“哦，我感冒了。”朋友们，听我说，现在根本没有所谓的普通感冒，所有的，这是新冠。所有事情都要当作新冠来处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12到24个月内，你可能会失去理智。所以我终于联系上了戴维斯医生的妻子，我最近没有跟他说话，我需要跟进他。我会在本周跟进他，并在下周给你们更新。他跟我说，当我告诉他关于尼古丁贴片的事时，他就明白了。他对我说：“卢克先生，当我贴上尼古丁贴片时，欧文，他变得更加警觉，他更加……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回应他。当他戴上补丁时，他说我唯一的问题是，刚开始我贴上去时，他会把它拿下来，因为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跟他说，把它放在他的背上，就放在他背的中央，他够不到后面拿到。
别放在他的手臂、肩膀或腿上，要放在背上，这样他就拿不到。你知道的。但是那天之后，他告诉我，他这么做之后，他开始变得更好了。只是我最近还没有跟他跟进一下，看看他现在好的怎样了。所以我这周会去问问，然后下个安息日告诉你们他的情况。格雷福斯博士刚在暑假期间做了一个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节目，于是我告诉一位要去参加的年轻女士：“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问格雷福斯博士，他对尼古丁在阿尔茨海默症中的作用有什么看法？结果他说：“不想听，不想涉及。”我简直不可置信，这是什么无知？我记得第一次和格雷福斯博士谈论劝导工作时，他告诉我这是错的。我就问他：“格雷福斯博士，你难道没读过关于劝导的先知精神吗？”他没有读过，他不得不收回那些话，你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持一些不该持的立场，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研究这个话题。圣徒们，你们得龙慎言，你得像柏拉鸠一样，当你看到新信息不确定时，回家研究清楚，再公开发表评论，否则你会遇到麻烦。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在安提瓜有一位护士，他是一位福音医疗传教士，非常优秀的福音医疗传教士。他和我在一个公众群组里，当时我在谈论尼古丁是一种解毒剂，然后他开始在群里反驳我。我说：“护士，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你研究这个课题了吗？”他说：“没有，我还没有。”我说：“那么你怎么能告诉我你在研究一个你还没有研究过的课题？而我已经研究了4年，到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双胞胎姐姐纳什博士。纳什博士是我的双胞胎姐姐，所以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时，有时候最好在私下学习。这样你在学习时，除了圣灵之外，不会遇到其他反对。所以，通常我在学习某个话题时，都是自己学习。等到达到一定程度，我会把它带出来，然后可能会和别人一起学习。但最初的部分，我总是自己学习。回到护士那边，护士反驳了我。当我问他时，我说：“护士，你学习过这个话题吗？”他说：“没有，我没有。”我说：“护士，你能不能不要评论你没研究过的话题？”他于是停了下来。听着，现在听这个。那护士过了一会儿，他生病了。听着，他生病了，现在在医院里。等等，我得倒回来说。他生病了，然后他来商店买牛至油。我当时跟他说：“护士，你需要贴眼睑贴片。”他说：“不用了。”他买了牛至。有一件事，他总是支持我们，即使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有分歧，他也总是支持。所以他买了牛至。结果牛至并没有帮助。他在医院里，由于他们认为他撑不过去，他们没认为他会挺过来。我一个好朋友弗洛伊德兄弟联系了我，我说：弗洛伊德兄弟让护士帮他贴上尼古丁贴片。于是弗洛伊德兄弟给他打电话说：嘿，护士，把贴片贴上。他说：不，他不愿意贴尼古丁贴片。后来他终于给我在特立尼达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那人是一名医生，这个医生也在现场。他知道这个医生是个非常严苛的医生，因为这个医生不玩虚的，所以他联系了这个医生。医生对他说：“姐姐，使用尼古丁贴片并不违规。”护士最终决定贴上贴片并使用它。听着，据我记得，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是我获得的消息。就在那天，他贴上贴片后感觉非常好，仿佛可以活完当天。但医生决定再多留他一天，他们又多留了一天，然后最终才让他出院。他差点丧命。坚持错误的立场。
一旦他贴上了尼古丁贴片，圣人们他就完全康复了。圣人们，听我说，你们中的许多人，我记得我们开始使用牛脂油的时候，你们在这里的任何人都会理解。我们一开始用10滴，然后逐渐从10滴增加到15滴，再到20滴，然后最终我们增加到30滴。我们一直在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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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由于它仍未解决问题，我后来才发现，我实际上知道我们需要一些比一直服用那么多牛脂油更有效的东西。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实际上在使用尼古丁产品的地步。你猜怎么着？我完全没有问题。我完全没有问题使用那个产品，而且自从我开始使用它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牛脂油了。我不能告诉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因为每次我准备出去到公共场合，我都会贴上尼古丁贴片。你知道的，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我就不使用尼古丁贴片。但如果我要出去见人，或者要与人交流，我就会贴一片。从那以后，让布拉德·卢克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在疫情期间，我从未回避帮助别人，我帮过每一个人。因为不管人们多么生病，有时候斯坦和我会在一起，我们会走进那些有人生病、有人倒下的房子。斯坦和我会一户一户地帮助人们。而且在整个疫情期间，我每个星期都感染了新冠，因为我一直在帮助别人。我从不回避任何人。最终，听听兄弟卢克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我多次出现了新冠的症状。我耳朵一直在滋滋作响，我的耳朵一直在弹响，我还干咳不止，因为我有干咳，这种干咳一直没有离开我。我持续干咳了2年，我耳朵还在弹响。我还得了其他的什么病？我还得了什么？这就像我曾经有的3件事：圣徒们耳朵里跳痛、干咳，还有一些别的，记不清另一个是什么了。圣徒们，听着，当我开始使用尼古丁后，圣徒们他们全都消失了。这些症状我几乎持续了2年。圣徒们，听着，我当时还在做演讲。听着，我甚至可以回去给你们看我之前的演讲稿。我在演讲的时候都得静音，我就想着啊啊啊，可嗨嗨。有一次，我的父亲和我的洋姐妹说了些什么，你知道吗？我父亲说这不是正常的。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在复述。父亲或父母埋葬孩子，这不正常。然后我的洋姐妹，你知道我意思吧？她总是在我这里陪着我，类似这样的话。她就像是这样。她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多糟。她听我做演讲，每1分钟我都在静音咳嗽，不停地咳嗽。自从我开始使用尼古丁产品后，这些都消失了。耳朵里的嘶嘶声也没了，我不在耳朵响。哦，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如果我和别人待在一起，而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我的耳朵就会嘶嘶作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刚刚甩在我身上了，所以我知道得小心行事。但我已经不再有人气了，我也不再有多年无法摆脱的干咳。这一切都在我开始使用尼古丁贴片后瞬间消失了。所以，听着，纳什博士，正如我所说，她就像我的双胞胎姐妹。我不是生物学上的双胞胎，你知道的，是精神上的双胞胎。我没有告诉纳什博士任何事情，就自己学习了这个课题。我是自己在学习，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学，因为我从未和他分享过。只是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说：“博士，让我告诉你，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把我遇到的问题告诉了他。你猜怎么着？问题解决了。我还会分享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纳什博士的，因为他曾经公开讲过这个故事。所以我也讲一个关于纳什博士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纳什博士有些家人陪伴在他身边。
突然，那时博士变得非常严重的生病，非常非常严重的病。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卢克兄弟，我感觉不太好。我就问博士，你还好吧？他说：不，姐，我觉得不行。我就说：好吧，我的双胞胎姐姐生病了。他又说：姐，我快疯了。我就问怎么了？怎么了？他说那天晚上我2点左右醒来，吃了2盘饭，我的胃感觉就像在叫喊，我感觉真的很糟。我就说好吧，医生。我说医生，你再贴药贴。他说是的。我问剂量多大？我说医生，你贴的不够。我还说医生，你得把它调高点。只要你错了，面对疫苗接种的人，医生你不能用那样的剂量，你得调高些，要用更高效果的剂量。让我告诉你，一旦医生拿出那个剂量，因为他是在按照方案使用这个物品，他一增强尼古丁贴片的强度，所有的症状立即就完全消失了。甚至他还能在车里与那个正在流泪的家庭成员一起开车，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明白了吗？所以，因为我在告诉你我正在分享的事情，我完全知道它是有效的。你看，我绝不会把什么放在上帝的孩子们之前，因为我个人觉得有责任将信息传递给上帝的子民，避免传递错误的信息，或者传递与上帝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信息。所以我们要慢慢来，我们会深入一些，你会惊讶地看到你会发现什么。所以你拥有了增强的工作记忆。一些研究发现，短期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有所提升，反应速度更快，这可以提高速度，在执行某些精神任务期间的反应，增加清醒度，促进警觉性，减少疲劳感，增强乙酰胆碱信号传导。它支持参与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多巴胺的释放可以提高动力和奖励信号。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可以改善专注力和精神表现。朱胜，你知道这可以逆转多动症吗？它可以逆转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疾病。这太疯狂了！尼古丁就能做到这些。认知支持。研究人员已研究过尼古丁在与注意力或认知障碍相关的疾病中的益处，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认知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精神分裂症和溃疡性结肠炎。将尼古丁作为标准治疗选择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有一些患有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个体开始使用尼古丁贴片，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我记得我们与马修修女交谈过。马修修女在圭亚那，她的丈夫一直无法自己洗澡，也无法走路。她甚至没法洗碗，甚至连采稻草来洗稻草都做不到，甚至作为丈夫的亲密关系都难以维系。让我告诉你，马修弟兄开始使用尼古丁产品后，突然间他就能走路了，而他已经多年没走路了。而且他去过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心和类似的地方，他终于能够走路了。我认为，直到7年后，他还没能走路。他开始学会洗稻草，能切大蒜，能自己洗澡，能自己喂食自己。他的认知也逐渐提高，甚至有一次，他还拍了拍马修修女，说：“马修修女，快来，躺在我旁边，就像这样，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个先生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只是通过使用尼古丁。作为帕金森病治疗方法之一，他甚至能够在主路上行走，这本是他因步态异常而无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利用尼古丁所取得的巨大效果是令人振奋的。到最后，你会明白这些是有道理的。神经保护的研究实验室和流行病学研究探索了尼古丁是否激活有助于保护某些神经元免受损伤的通路。抑制食欲方面，尼古丁可以暂时降低食欲，这促进了对体重调节和新陈代谢速度增加的研究。
它还可以提高能量消耗。在抗炎方面，尼古丁激活了胆碱能抗炎通路，已经被研究其在减轻某些炎症反应中的作用。让我给你讲个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我的弟弟比我小的那位，12年前在工作中受了伤。12年前他在工作中受了伤，结果他一直在领取残疾赔偿。顺便说一句，他现在仍然在领取残疾赔偿。他在过去的10年，现在已经2年了，所以在这2年前的10年里，他不得不使用当时最强的止痛药。这些药物高度成瘾，我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运动员会因此出问题。就像前几天老虎伍兹因为止痛和用药的问题，我能理解，因为我看到我哥哥经历了什么。我记得2年前我哥哥来拜访我，我问他：嘿，兄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搬回加勒比海？他说：兄弟，我不能。发誓我是说真的，不能。他说：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我说：你在开玩笑吧？事情那么糟吗？他说：是啊，兄弟，除非我吃那药，否则我不能走路，不能从床上起来，什么都做不了。我说：哇，你这是在开玩笑吧？于是我给他推荐了尼古丁贴片。诸位圣徒，瞧一瞧，你们知道吗？我的兄弟在开始使用尼古丁贴片不久后，他就不再服用他已经用了10年的止痛药了。就这么简单，几天之内他就戒掉了这些他服用了10年的止痛药，只需一贴尼古丁贴片。我的兄弟说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有一天他贴上尼古丁贴片的时候，他说：兄弟，我感觉像要跑起来。他已经多年没有跑步了。记得他之前有背伤，所以突然之间他开始跑步。他说他真的觉得自己跑得更快了。于是他开始跑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10多年没有跑过步了。他觉得，哇，这有什么不同呢？他说詹姆斯给我寄了一些贴片，我也给他寄了一些尼古丁贴片。他说詹姆斯寄的那个贴片效果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好，这贴片太厉害了。我哥哥的情况非常棒，对吧？他变得非常兴奋，听我说，这太让他激动了。他说：好吧，好吧，我不想让我身体对尼古丁贴片产生抵抗力，所以我不能每天都用，因为我不知道没有这个贴片我会怎么办。于是我哥哥可能每周用1次，有时候2次，就这样。他还是没有疼痛感，他一直状况良好。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兄弟的妻子已经接种了疫苗，我兄弟和他的孩子们还没有。但是我嫂子接了疫苗，而我兄弟没有。所以大约2周前的某一天，我兄弟睡觉时一切正常。当他试图起床时，起不来床，疼痛难忍。他的所有痛苦都回来。当他第一次受伤的时候，这一切都重新出现了。他觉得非常虚弱，好像瘫痪了一样。他说：我的天，感觉非常糟糕，无法下床。他勉强挪到了医院，去了看医生。医生说：嘿，我们需要做核磁共振，你得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于是我哥哥打电话，决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兄弟，你的妻子对你动手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说：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每天都像我说的那样贴着贴片吗？他说：不，我没有，因为我不想养成习惯，所以我可能每周只贴1次，最多2次。我说：兄弟，我不是跟你说过每天都要贴，不然你老婆已经接种疫苗了吗？他说：兄弟，你说的有道理，因为在我生病的前一天，他一直在咳嗽。我把窗户关着，我们开着空调，他咳得很厉害，窗户也关着。他说到了第2天，我就起不了床。我说我没让你贴药贴，如果你贴了药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所以他决定去贴药贴，因为到了第2天，一切都恢复正常。
第二天，他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必须跑出去跑步。最后，他又打电话给医生，告诉医生他想取消核磁共振检查。这只是不到2周前的事。诸位，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在请求，是在告诉你们，明白吗？改善运动功能。一些研究已经探讨了尼古丁如何帮助改善帕金森病中的运动方面。还有天然尼古丁的食物。诸位注意看这个，这很深奥，对吧？天然含有尼古丁的食物。尼古丁在几种可食用植物中自然存在，虽然这些数量低于烟草。你有茄子、青椒、西红柿、辣椒、爱尔兰土豆、十字花科植物、辣椒、枣、甜椒、椒料、胡椒粉、黑茶、绿茶和白茶。你还有红椒粉、甜椒，具有被检测出尼古丁的药用草本植物。这些在一些分析性研究中已有报道，但发现有限。阿育吠陀根、黑角古兰、苦角古兰、马尼韦、火鸡梅，其中一些草药很多人都认得，因为我们都在使用它们。毛蕊花、狭叶楼、薄荷、百里香、香菜、柿萝、蒲公英、洋甘菊、罗勒、迷迭香、香菜、姜黄。大蕉不是香蕉那种水果，而是大蕉草本。薄荷、牛至、鼠尾草、茴香、生姜。我之前说过薄荷吗？哦，对了，我提过2次薄荷。薄荷、绿茶、红茶、可可、咖啡、死胡荽、Jameson 草、芹菜、乳草、田野木贼、木贼、苦叶 shade。圣人们，这些都含有尼古丁。走吧。所有的瓜类，包括西瓜、南瓜、zucchini、西葫芦、护瓜、冬瓜、黄瓜、咖啡黄瓜、秋天黄油、奶油南瓜、黄瓜、西瓜、蜜瓜、哈密瓜、橡子南瓜、长颈南瓜、佛手瓜、丝瓜，这些都含有尼古丁。十字花科家族的植物包括花椰菜、球芽甘蓝、芥菜、白菜、萝卜、球茎甘蓝、菜花、羽衣甘蓝、苏瑞菜、无茎甘蓝、上海青、茼蒿、韭菜、无茎块茎、辣根都含有尼古丁。这些都含有尼古丁。以下物质存在于人体的每个细胞和每块组织中：尼古丁、镁、维生素 D、维生素 B12、甲状腺刺激激素。艾伦·怀特对烟草有何看法？现在，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先知。他在谈到烟草时毫不含糊。我要带你回到先知还在世的时候，让你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情况。当怀特姐妹还在世时，许多教会成员都抽烟，他们会嚼烟草，还会吐口水，这些都在他们去教会的时候做。想象一下，牧师正在布道，教堂下面的所有教友都是男性，他们在教堂里咀嚼烟草。有些人会带着杯子，边咀嚼边往杯子里吐。好吧，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推广烟草为一种健康的物品，所以当你稍微了解一下怀特姐妹谈论烟草的事情时，很多时候她是在针对那些教会成员。他们正在咀嚼、吐出和吸烟烟草，
好吗？但是我们要慢慢来。我们掌握了所有的陈述，所有的关键陈述，所有的重要硬性陈述，我们会予以回应。我们还会告诉你们，尼古丁和烟草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尼古丁是一种化合物，是其中的一种化合物。在烟草中的尼古丁并不是烟草，因为你需要区分。尼古丁不是烟草，维生素 C 也不是橙子。维生素 C 是橙子中的一种化合物，维生素 C 不是一只橙子。尼古丁不是烟草，尼古丁是烟草和许多其他植物中发现的一种化合物，就像我刚刚给你展示的那样，这种化合物可以在体外进行排序。关于烟草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尼古丁贴片都来自烟草，它们是经过排序的尼古丁。这样对于那些担心说我对使用烟草尼古丁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也不是问题。是由排序后的化合物本身制造的尼古丁。好的，在烟草之外的东西与烟草无关，所以如果烟草是你的问题，没有问题。让我来介绍一下兄弟卢克让我了解的在烟草植物之外的尼古丁化合物。我会帮你，因为尼古丁就像维生素 C 一样是一个化合物。让我们以先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烟草。让我们开始吧。这里是这样写的。我在意象中看到，烟草是一种肮脏的杂草，必须弃掉或者放弃。朋友们，我们不是在为烟草辩护。我那位天使伴随着我说，如果他是偶像，那是时候放弃他了。除非放弃他，否则上帝的愤怒将降临在使用他的人身上。他不能用永活神的印记被封印。圣徒们，我还需要多说吗？那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圣徒们，我们将处理所有难懂的引用，因为凭着神的恩典，当我们结束时，再也没有理由让神的儿女们在我们结束后仍然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因为当我们结束时，你们会完全理解尼古丁的。烟草是两回事。你会理解，尼古丁是一种与烟草无关的化合物，就像维生素 C 是一种与橙子无关的化合物一样。如果它被用作药物，那就交给上帝吧，他是大医生。而那些把肮脏的草药用作药物的人，极大地侮辱了上帝。所以，圣徒们，如果你们只是带着这一句话离开，你会相信它不能作为药物使用，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它被用作药物，仆人说去求上帝吧，他是伟大的医者。而那些把肮脏的杂草当作药物的人，极大地羞辱了上帝。圣徒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按着经文一节一节的学习，逐步领悟，听一点，改于一点，正当的分解神的话。请慢慢来，我们正在赶来。许多婴儿因与吸烟的父亲同床而中毒，且无法挽救。通过吸入来自肺部和皮肤毛孔释放的有害烟草气体，这些毒素充满了婴儿的体内。虽然对一些婴儿来说，这是一种慢性毒药，
并影响大脑、心脏、肝脏和肺部，它们逐渐衰败和枯萎。在其他人身上，它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导致痉挛、瘫痪和突发死亡。丧亲的父母为亲人的逝去哀悼，并感叹上帝那充满神秘的天意，竟如此残忍地降临到他们头上。当天意并没有设计这些婴儿的死亡时，他们却为了可憎的烟草欲望而殉道。每一次烟草奴隶的呼气都在污染他周围的空气。那些使用烟草的人正在削弱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力量。吸烟毫无自然依据。来看吧，圣徒们，还记得我告诉你们那些有害植物吗？那个敌人植物，我相信烟草是撒旦本人种植的有害杂草之一。我相信这就是他创造一种疾病的原因，而这种疾病需要使用含有主要存在于那种有害植物中的化合物的任何植物。给表面读者。对于那些不像伯利恒人那样回家自行学习的人，只是听别人说些什么，只是看看多年来我们听人们用尼古丁来戒除烟草的瘾。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想一想，如果尼古丁能帮助一个被困于烟草瘾20、30、40、50年的人戒除，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么，如果尼古丁能帮助戒除如此强烈的依赖，它会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吗？那么，为什么它会被冠以坏名声呢？难道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研究吗？如果它能帮助戒除20、30、40年的依赖，不是一件好事吗？因为烟草是一种奴役，人类变成了烟草的奴隶。那么，如果尼古丁能帮助戒除依赖，难道它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么，它为何会有坏名声呢？那些使用烟草的人也在削弱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力量。烟草的使用在自然界中没有基础，自然界反抗这种麻醉剂。当烟草使用者首次试图将这种不自然的习惯强加于身体时，就会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尾部。事实上，整个体系反对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但是恶人坚持不懈，直到自然放弃挣扎，这个人变成了烟草的奴隶。自从我记事以来，自从你们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论尼古丁时，我们有一位叫多丽丝姐妹的年轻女士。多丽丝姐妹信奉当下的真理。多丽丝姐妹是她教会的健康与节制领袖。你们还记得她参加过福音医疗传教士培训，后来她生病了，于是他们开始给她用各种药物，但都没有效果。多丽丝姐妹快要死了，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后来多丽丝姐妹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候我们还在学习，你们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学习的吗？多丽丝姐妹来了，然后她贴上了尼古丁贴片。因为医学界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块简单的尼古丁贴片成功解决了多丽丝姐妹的问题，让她重新站了起来。去年我去田纳西时，第一次见到了多丽丝姐妹。我说：卢克兄，我可以问你是谁吗？因为我从未见过她。我说：这是多丽丝姐妹。我说：愿主的名被赞美。但就在那之后不久，多丽丝姐妹说：嘿，卢克兄，主告诉我，为了去除那里的尼古丁，我说了祝福。所以 Sage， 我不想说其他话，对吧？因为如果他说主说要去除那里的尼古丁，那意味着主会说把它从番茄、辣椒、甜椒、阿沙加、青鱼、牛至里都去掉。你明白吗 ，Sage？所以我没有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那样你就得向我解释为什么人体内有烟碱受体，为什么所有的细胞和组织里都有烟碱受体。但我只让杜米斯修女心安，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她的祝福。就想让你们知道，圣徒们，圣徒们，因为路克弟兄在某个情况下保持沉默，不意味着我一定同意。在还不是我们斗争的时候，我可能保持沉默，只是为了维持和平。但今天我们在战斗，因为这关系到我们降临节兄弟的生命与死亡，为乃至整个身体都反抗这一令人厌恶的做法。但恶行者仍坚持不懈，直到自然放弃抵抗，男子变成烟草的奴隶。吸烟是一种习惯，往往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比饮酒更为强烈。它束缚了受害者。在比酒精更强的奴役链条中，习惯更难以克服。身体和思想在许多情况下比饮用烈酒更容易被烟草所麻醉，因为它是一种更微妙的毒药。上帝的医治力量贯穿于整个自然界。如果一个人割伤了自己的肌肤，或者骨折，自然一旦开始愈合伤势，从而挽救了人的生命。但听我说，让我告诉你，嘿，说的好听点，你听说这话，哪怕他们很坚强，男人听着这个，半人可以让自己处于一种被践踏的境地，以至于大自然无法发挥作用。疗养院的医生们也作证过，如果使用麻醉性烟草，身体就会被毒素饱和。当烟草使用者发生意外时，治疗就变得困难，因为自然的愈合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削弱了，因此生命受到威胁。当使用酒精类酒剂时，身体也无法以原本天资的治愈能力抵抗疾病。这是上帝所安排的，让自然运作以恢复耗尽的力量。力量来自上帝，他是伟大的疗愈者。在治疗病人时，不必使用有毒的药物，任何形式的酒精或烟草都不得被推荐，以免某些灵魂被引导去试炼那些邪恶之物，酒商将无可辩解。那一天，人人都将按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那些破坏生命的人将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代价。神的法律是圣洁、公正、良善的。现在看我上面那条线吗？我希望你记住那句话，因为我会回来的。我要回来了，记住这一点。我会回来的，无论以何种形式使用的烟草。我来了，我会回到那个声明上，告诉你它损害宪法。它是一种缓慢的毒药，影响大脑，使感觉麻木，以至于心智能够辨别不出属灵的事物，尤其是那些有助于纠正这种肮脏放纵的真理。任何形式使用烟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清洁。在如此肮脏的习惯中，他们不可能荣耀上帝。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中，这是他的。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我们已用最强的话语，因为我想让你毫无疑问地理解，烟草和尼古丁这两个词之间是有区别的。尼古丁是一种化合物，存在于烟草中，就像它存在于茄子、辣椒、阿育吠陀、牛至等植物中一样，都是同一种化合物。尼古丁存在于烟草之外，你不需要烟草就能拥有尼古丁，也不需要烟草即可合成尼古丁。它是一种独立于烟草植物的化合物。有些尼古丁贴片并非由烟草植物制成，所以那些还没有抽时间研究这个话题的人，请注意。那些对来自烟草植物的尼古丁贴片
感到不舒服的人，让我们用在不使用烟草植物的情况下测序的那些。来吧，圣徒们，和我合作。如果你反对来自烟草的尼古丁，那我们就用枣子的尼古丁，用任何其他植物的尼古丁。这里我说的有道理吗，圣徒们？有人说，理解为什么卢克兄弟总是说不要用烟草植物泡茶，而要用贴片或口香糖等等，因为尼古丁是提取物，而不是整个烟草植物本身。这是正确的，家人，那是正确的，那是正确的，那是正确的。我们开始吧。我将向你展示一些深层的东西。无论以何种形式使用烟草，都会影响身体 constitution。它是一种慢性毒药，它影响大脑，使感觉麻木，以至于心灵无法辨别灵性事物，尤其是那些有助于纠正这种肮脏嗜好的真理。让我开玩笑一下，你知道你可以用烟草水泡脚，也就是烟草水疗，得到同样的效果吗？你知道你可以用烟草茶泡全身吗？得到同样的结果吗？他说：“嘿，随着我们前进，这东西变得越来越好。好的，你可以用烟草茶泡脚，结果和贴药贴一样。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我们继续，我们在建立，特别是那些有倾向纠正这种肮脏放纵的真理。任何形式使用烟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不清洁。在这样肮脏的行为中，他们不可能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荣耀上帝，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当他们使用缓慢而肯定的毒药，破坏他们的健康，败坏心灵的能力时，上帝不能接受他们。虽然他们在无知中沉溺于这种有害的习惯，而上帝对他们可能施以仁慈，但当事情摆在他们面前时，这是真正的光明。那么，他们如果继续沉迷于这种粗暴的嗜好，就在上帝面前有罪。通读整章，我们必须知道，吸食、咀嚼和吐出尼古丁烟草的行为都是一种亵渎的行为。等等等等，让我回头看看这里。无论烟草以何种形式使用，都要记住，你必须让先知的精神自行阐释。让我们看看他在吸烟、嚼烟和吐嚼中的表现，这都是亵渎的行为。因为你看到怀特姐妹在谈论的形式，无论是在吸烟、嚼烟还是吐嚼中使用的形式，吐口水是一种亵渎的行为。让圣经自我解释，让属灵的预言自我解释，逐行逐句，逐章逐节，听一点，改一点，正确划分神的话。由于这种令人厌恶的习惯，属灵的辨别力大大被蒙蔽。用满是烟草的嘴向神祈祷是一种不尊重，甚至是极其不尊重的行为。到圣人们相会敬拜的地方，吸烟是不基督教的。圣人们，记住我告诉过你们，你们必须整体理解所有内容。在那时，我们的教会成员曾经吸烟、嚼烟、吐烟。为什么他们还在教堂里？他们被认为是在实践。好了，现在，圣人们，我引用了先知的著名话语，我引用了重要的话语。不，让我在你们面前说明区别：烟草和尼古丁之间，我们来把它们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因为尼古丁在所有食物中都存在，
所以不能将它们归为一类。烟草中的同一种化合物与藻中的相同，无论来源是什么，尼古丁的化合物都是一样的，它是相同的化合物。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对它进行测序。它是相同的化合物，没有针对烟草的特殊化合物，也没有针对辣椒粉的特殊化合物。化合物是一样的。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正因为如此，我告诉你，你需要像博拉诺人一样，你不能只听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你必须学习，努力使自己被认可。你需要获取信息，然后回家自己研究。如果你选择今天甚至不接受我所说的话，没关系，但要像博拉内人那样去查考，不要带着成见，不要评论你没有研究过的话题，也不要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提供建议。就像那个护士曾告诉别人不要使用尼古丁贴片，而他临终时却用了它。你能想象有多少人最终没有使用那些东西就走上了坟墓吗？我们告诉他们不要使用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本可以使用。就像那位先生的儿子因为误解了灵性预言而没有使用奎宁，结果去世了。愿他降临。既然我来了，我就要开通热线，他们可以提问所有问题。我快开通了，让我再打几个幻灯片。当我完成后，我会开通热线。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们会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要问，带上你们所有的人来，但一定要祷告，让主引导你们问我问题之前，确保基督的圣灵在你们身上覆盖着你们。因为弟兄们，你知道吗？我问我的问题是为了了解，我只是来让你们知道。而我觉得你来问我问题，我也会反过来问你一个。所以你们来吧，我们会互相提问，因为我们在学习。你知道主说的是什么吗？方法。问答是一种神圣的教导方法，这是主的说法。这种神圣的问答方法，双方互问互答，是神圣的教导方式。这也是先知之灵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继续。我们现在来看烟草和尼古丁。继续吧。烟草与尼古丁两个不同的实体。好的，烟草与尼古丁。烟草是整个植物，主要是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虽然也使用其他烟草种类。烟草含有尼古丁，这是它的主要生物碱、水分、纤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有机酸、矿物质、叶绿素以及数千种天然存在的化合物。植物化学物质数千种。当烟草叶经过干燥、发酵、燃烧或加工时，会形成或添加许多额外的化学物质，取决于产品。听到了吗？那是烟草，那是整个植物。我们来看一下尼古丁。尼古丁是一种天然存在于烟草中的化合物，在其他几种植物中也有少量。它是一种生物碱，一种由植物产生的含氮植物化合物，主要作为对抗昆虫的防御，在烟草中的浓度最高。它也存在于其他食物中，如番茄、土豆、茄子、辣椒和一些香草，虽然这些食物中的含量远低于烟草。一个简单的比喻是，橘子是整个水果，维生素 C 则是其中的一种营养素。同样，烟草整个植物尼古丁这个植物内自然存在的化合物，我们理解吗？来吧，圣徒们，我说的有道理吗？如果信息是有意义的，那么卢克弟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一字一行，一节一节，听一点，改一点，正确的分辨神的话语。问题是，尼古丁没有烟草能存在吗？
尼古丁可以没有烟草存在吗？答案是可以。尼古丁可以从烟草植物中提取，也可以在实验室中合成，而无需使用烟草。无论尼古丁分子来自烟草、合成还是其他任何植物，其化学结构都是相同的，用多少都没有区别。尼古丁在不同植物中的存在形式一样，这个分子是相同的。你可以增强这个分子，也可以减弱它，都无所谓。尼古丁就是尼古丁，化合物就是化合物，无论它来自哪里。主要的区别在于，烟草是整株植物，尼古丁则是一种单一的化学化合物。烟草含有数千种天然化学物质，而尼古丁只是其中的一种。一句生物碱分子，烟草叶可以晒干 （curing） 或加工，可以分离或合成尼古丁。烟草是尼古丁的来源，尼古丁是烟草和其他植物的一种成分。烟草在许多农业和商业产品中都有使用。尼古丁作用于人体中的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明白了吗？我说的有道理吗？圣徒们，让我知道。说，陆克弟兄，现在说得通了吗？圣徒们，让我知道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圣徒们，让我知道我是否讲的有道理。我要开个线了，圣徒们，让我知道我是否说的有道理。现在，圣徒们，注意看这个，注意这个，我得先把这个铺垫一下。注意看，伊莱·怀特，基督复临信徒第7天的先知，带来神的平安。圣经说，我什么都不做，除非我再次拜访我的仆人先知，好吗？现在这位女先知已婚，她与一位名叫詹姆斯·怀特的年轻男子结婚。詹姆斯·怀特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是上帝末世教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詹姆斯·怀特是谁？他是上帝最平安的使者的配偶。詹姆斯·怀特是谁？神的末世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所以他重要吗？是的，他很重要。是的，他很重要。是的，他非常重要。他如此重要，以至于上帝用他的最后一天赐予他一位主要的女先知。先知女士，我应该这么说。现在注意听，你知道，主并没有让女人高过男人，你知道的。主没有让怀特姐妹管理詹姆斯·怀特，这违背了创造的秩序，也违背了圣经的真理。但曾经有一段时间，詹姆斯·怀特发表了某个声明，而怀特姐妹不得不回应他。为什么？他没有以怀特姐妹的身份回应他，而是以来自上帝的发言人身份回应。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詹姆斯·怀特，还是其他任何教会成员，无论是否为创始人、联合创始人，只要他们反对基督的身体，你可以确信，神的代言人就会对他们采取行动。身份并不重要，在天国的事上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属世的圣徒中如此。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詹姆斯·怀特被伊莲 ·G. 怀特斥责。圣徒们，我得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还要记住，1865年之后，詹姆斯·怀特开始中风，因此他的精神变得不稳定。他开始表现得古怪，说一些话，
还不得不回来道歉之类的事情。所以，我打算做的一件事是，向你展示1864年之前，他中风之前，心智尚未被中风影响时的资料。这样一来，就没人可以说他在中风之后才有那样的反应。我们会把他在中风前的信息放在那里，这样你就能理解他在发表这些声明时是清醒的。如果我说的有道理，圣徒们，你们会说，陆弟兄，现在这话说得通。你们要明白，圣徒们，我不能纠正上帝，我不能纠正父、子、圣灵，怀特姊妹也不能纠正父、子、圣灵。詹姆斯·怀特无法纠正父、子、圣灵，他们不犯错，也不需要纠正，明白吗？所以，圣徒们，任何时候你看到有人在纠正，就知道那是个问题，除非那个人是在扩展我们所理解的内容，明白吗？因为那样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陈述。主说：“好吧，你不理解那句话的意思。”所以主会兴起一个人，说：“去把那个打开，把它打开，让我们看看。”你会发现，那个人保持了神最初声明的相同特性或者原则，但随后他稍微扩展了一下，扩展了。你会觉得，哦，原来那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就这样将它打开并扩展了，因此可以给予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打开心这个东西，打开心它。詹姆斯·怀特被艾伦·怀特姐妹责备了。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写着，在会议第2周的星期三，少数几个人为一位患有沮丧症的姐妹一同祈祷。祷告时，我受到了极大的祝福。主似乎非常亲近我。我在神荣耀的意象中被带走，显明了许多事。之后我去参加聚会，怀着对我们人民状况的庄重感，我简要陈述了那些我所见的一些事。此后，我还就其中一些见证写给了个人，向牧师们发出呼吁，也在本书中的其他各种文章中表达了这些内容。对詹姆斯·怀特的证词很可能只是口头表达的，是针对他在联合营会和总会议期间前的行动提出的指责。他和乌赖亚·史密斯在关于但以理书11章中所描绘的北方王的预言以及所展现的事例上持有相互冲突的观点。在第45节中，他将会走到尽头，没有人帮助他。怀特在9月28日的安息日早晨讲道中，在新搭建的露营集会帐篷里反驳了史密斯的解释。他认为史密斯的观点表明，世界正处于哈密吉多顿的边缘，这将威胁到教会快速扩展工作所需的强大财政支持。好的，朱胜，你们听到了吗？詹姆斯·怀特在会议上，他公开点名了史密斯。现在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艾伦·怀特给她丈夫的劝诫，是在责备她采取一种
会使大家观察领袖之间意见分歧，降低他们信心的做法。哦，朱胜，快看这一幕。他没有，他会意识到他没有纠正谁对谁错。好的，他没有纠正关于但以理书11章谁对谁错的问题，但他所做的是，他纠正了她丈夫公开展示他如何回应乌赖亚·史密斯的行为。好的，只是想让你了解。她没有说是谁对谁错，但她指责丈夫在神的仆人、神的领袖中引起了公众的混乱。你们明白了吗，圣徒们？所以，请跟我一起想象，如果怀特姐妹说了些什么，而詹姆斯·怀特却说相反的，你认为他会纠正他吗？因为不，他在破坏神的发言人，他在破坏上帝的女先知。你不认为他会斥责他吗？他是在为人斥责乌利亚·史密斯吗？你不认为他会为耶稣斥责他吗？好吧，让我们看一下。听着，让教会领袖在公众面前处于分裂的立场是危险的。詹姆斯·怀特接受了批评，但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看见了吗？你能想象吗？作为一位上帝的仆人，你的妻子只有3年级的学历，但她却被充满上帝之灵，公开谴责你对教会中另一位领袖的立场。听着，在任何时候，伊莲·怀特都没有透露哪个人对他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人在公众面前展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请跟我一起来理解，如果两个领导人之间有矛盾的讲话，那就不算是团结一致的表现。你们跟得上吗，圣徒们？我们继续。我在2015年12月25日的异象中看到了主的仆人，我的丈夫詹姆斯·怀特长辈的情形。我被显示，神已经接受了他的谦卑，以及他在他面前的灵魂受苦，承认自己没有献身于上帝，以及为在漫长病程中所犯的错误和过失而悔过，这些都使他心情忧伤、沮丧。我被告知，他过去最大的错误是对那些弟兄们怀有不宽恕的心。那些因他们错误的行为而伤害了他的影响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的人。他没有我们天父对迷失、犯罪、悔改的孩子们那样充满怜悯和同情。但当那位强大的人格注意了，经历了一连串中风的变化，他的家人和伙伴，包括他的妻子艾伦，发现他的坚韧和耐心几乎到了极限。如果只读这4个字，他肯定会对詹姆斯和艾伦·怀特之间的关系形成扭曲的看法。必须记住，诸如詹姆斯关于艾伦的以下陈述：任何处理中风患者的人，当伊伦·怀特写道：“我还没有失去对丈夫的爱，但我无法解释一些事情时，我能产生共鸣。”1周前，他曾写道：“我只能担心詹姆斯的责任。”听着这个变化无常的情绪，看看日期是1876年，表现出的个性变化。由詹姆斯·怀特在1865年之后的几年中提出，因此看起来1865年及以后是他开始出现连续中风、性格发生变化、行为开始改变的时期。请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会回到这个话题。那是哪一年？1865年及以后。
在他后来经历了几次中风的时期，造成了他妻子和同事们很难理解的情况。从不遮遮掩掩，詹姆斯·怀特经常直言不讳。在他的自传中，他写到一位曾批评过他的人：看这个1876年的事件，看这个。即使在患病期间，詹姆斯有时也意识到他的行为并不符合他的良好意图。1879年，他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我现在希望提醒你们注意一个更为重要的事项。大概，亲爱的孩子们，我在关于年轻人错误的一些尖锐评论中可能犯了错误。我的性格是遇到难以忍受的事情就会反击。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詹姆斯·怀特写给威利和玛丽，这是1879年。看这个，我们再看一遍。不过我喜欢再看一遍事情。圣徒们，有时候当你再次仔细观看，你会看到一些你可能错过的东西。让我们再次仔细看看，看是否能看到不同的东西。走吧。看看这个。看看再次仔细观察能带来什么，圣徒们。看看这里，在开处方时，圣徒们让我换个姿势，帮我坐在这里。对于合理的病例，使用烟草必须格外小心。在开处方时，既然如此，允许我问一句 ：COVID-19 是合理的案例吗？大流行是合理的吗？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当在合理的情况下开药，逐字逐句、逐条逐句，听得更细，敢于尝试一点，正确的划分上帝的话语。当在合理的情况下开药，烟草必须慎用。没有知识和技能，它就变成一种非常不安全甚至致命的药物。好的，现在讲点道理。看这个，建议还一样吗？是的，但这就为用药打开了大门。讲点道理，讲点道理。他说：看看，如果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你只能在合理的情况下使用它。他说门已经打开了，那么它可以作为药物使用吗？在合理的情况下开药时，烟草需要格外小心。你可以看到这些警示仍然存在。知识和技能，否则它会变成非常不安全甚至致命的药物。所以他说，你看，所有的警示都还在。但我们继续说得更深入一点。听这个，他的口服用法大约是说：我喜欢英语。他的口服用法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看，说，并不是真正所有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并不是真的所有情况，但我们几乎涵盖所有情况。那就是口服用法。口服用法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不合适的，甚至是道德上错误的。好的，他们建议口服。大约，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可以使用，但几乎所有情况下。看这个，但有时也可能通过注射给药。你的意思是贴片？在严重痉挛性疾病的情况下，带有坚硬的东西，具有伟大且有益的效果。说话温和，对我来说很甜，对你也很甜。他是说，但有时也可以通过注射给予。你的意思是贴片吗？在严重痉挛性疾病的情况下，有着巨大而有益的效果。也就是说，存在例外，确实存在例外。这并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确实存在例外，也有药用价值。我们来说说，一片湿叶子，那是一片烟草叶。
可以将其引入肠道的末端。让我那天站起来说这个，你的意思是可以把湿液推入肛门吗？湿叶子可以被引入到肠道的末端。在顽固性绞痛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适用，但不适合用在口腔。因此，用嘴摄取烟草植物是有问题的，但使用注射或皮肤给药则没有问题。甚至通过肛门。但口腔有个问题，大约几乎所有的情况，并非全部，但大约几乎所有的情况，它适合这样的用途，但不适合用于口腔。男人使用导管、雪茄、塞子不是作为药物，而是一种奢侈品。口腔不是放这种毒药的地方。作为药物，这是詹姆斯·怀特，对吧，圣徒们？这是詹姆斯·怀特，对吧？所以，圣徒们，当怀特姊妹说不算药物，她并不是指不是作为药物，她的意思是不用口服作为药物。你明白了吗？大多数情况下，不要用口服烟草，不要用口服，但你可以通过注射来使用它。你可以用湿叶子插入肛门来使用它，这样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看看这段话的写作日期，这是写于1864年。好，看看日期，1864年。看这里，1864年，那是写的，对吧？我们直接跳到这里。第三段，在1865年之后，詹姆斯·怀特展现出的性格变化。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几次中风。好的，所以1864年，这是在他中风之前的事情。那时他还头脑清醒。如果你看看，他仍然坚持姐姐怀特谈到的原则。他仍然坚持这个原则不是作为药物，但他多做了一些解释。他说：“看看，他解释了。他说口服烟草。”但是，长老，对，只是插一句，你有时候会说的有点低，真的非常低。所以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好的，好的，好的。让我确认一下，现在你能听得清楚响亮吗？收到。好，那就好。好了，席德，如果你看，谢谢你，长老。那么，席德，如果你看1864年。当他在1864年写下这些时，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是在他发生中风或任何影响心智的情况之前。但他坚持姐姐怀特所谈到的原则。原则是，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不要用口服方式服用，但通过注射尼古丁贴片是可以的。用湿液、烟叶插入肛门也是可以的。他甚至还告诉你，看看这个，在严重痉挛性疾病的情况下，效果显著且有益。于是他让你知道，用注射剂，我把它翻译成我们现代的尼古丁贴片，效果很好且有益。他说是注射，我把它翻译成我们现代的尼古丁贴片。阿门。就在这里。这表明，在顽固性绞痛的病例中，湿液可能被引入肠道的末端。它适合用作此类目的。难以置信吧？难以置信吧？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上帝已承诺要让这台活的机械保持有益的运转。如果人的行动者遵守他的法则并与他合作，这不是令人惊奇吗？
主已在简单的植物中提供了治疗疾病的解药，而且这些可以凭信心使用，不会否认信仰。但通过使用上帝提供的祝福以达益处，我们是在与他合作，始终学习并教授最简单的疗法。而且使用这些普通人都能掌握的手段，可能会带来上帝特别的祝福。上帝为每一种可能折磨我们的疾病都提供了药方。撒旦不能以任何上帝没有提供药方的疾病来折磨任何人。我们的造物主预见到当今人类的悲惨境况，在大自然中为人类的所有疾病都做出了安排。愿恩典与你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他与你们同在。现在，让我们打开这个。既然线路正式开启，录音仍在进行中。任何想发言的人，请举手或者在聊天中留言。请慢慢来，因为我们已做好准备。既然我们在这里，就请慢慢来。让我们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果演讲不够清楚的话，就像有人在听，对吧？他们听到这些人患过中风之类的事情，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发生。然后他们会问，那么他们应该给这些人什么样的饮食呢？所以，好，比如你说的，我认为是詹姆斯，另一个是乔治、詹姆斯、怀特。对，对，对。而且我们知道怀特姐妹，她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比如，既然饮食是他们应该遵循的，应该能预防很多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都要得这些病呢？长老，我其实想，长老，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很容易答案。我有一个。听着，我现在想谈谈关于尼古丁的事情，长老。没问题。1秒钟，我不想偏离其他领域，我想专注于我能应付的尼古丁话题。长老，我会回答，请允许我，我会为你明确的回答。如果你听到詹姆斯·怀特的情况，就会发现他充满了愤怒、不原谅之类的情绪。所以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他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但如果你听他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内在的问题，最终被怀特姐妹解决了。我无法评论他的生活，因为我不了解他所过的生活，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们有针对中风患者的相关程序，我们也有帮助个人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程序，这样他们就能随时保持健康。怀特姐妹，姐姐，现在让我回答怀特姐妹的情况，因为你提到了一件关于怀特姐妹的事情。我会直面这个问题。稍等一下，让我来处理怀特姐妹为什么身体虚弱的问题。好，让我问你个问题，长老，你知道为什么怀特姐妹身体虚弱吗？让我问你本人，你知道她为什么身体虚弱吗？就像在里面写作、写作、写作，全部都是这个。长老，这就是她身体虚弱的原因。长老，这就是她身体虚弱的原因。坚持住，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她身体虚弱。愿它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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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它发生。等一下，我将向你展示为什么怀特姐妹身体虚弱。因为长老，你常听我这么说，但我觉得直到今天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今晚要告诉你为什么怀特姐妹如此体弱。这个话题以后再也不会提了。稍等一下，我要给你看一下。请稍等，让我换一下电脑。我想打开一个演示文稿，并向你展示为什么白姐妹1个小时前身体不好。别让任何人告诉你塔莉不可能会来，
就在这里，先生，就在这里。是的，我知道他曾经告诉过上帝，有一次他不得不让开，让他用疾病做一种手段，让他守规矩。你明白吗？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认为骄傲会出现，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确实读过，是的，我曾经读过，是的，上帝有时会用疾病作为一种手段，让我们保持纪律，你知道吗？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有时你的恩赐可能会超越界限，你会想，是的，是的。因此，有时候他想要出去的时候，我不得不让他规矩一些。所以，有时候我猜我们可以用那些策略来说：主啊，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就触摸我，让我知道这是错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错了，你知道吗？那是真的，很确实。对对，因为我刚皈依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时，我曾经戴耳环。受洗后，我还戴着耳环去教会。有一天，牧师对我说：“儿子，你得摘下那些耳环。”所以我当时觉得没问题，但没有意识到，是的，来到上帝面前，这些世俗的东西都得舍弃。你知道的，要放手了。所以，我想回头看看里面的内容。库克弟兄，继续说吧。你开始说，我一会儿把引文调出来。库克弟兄，你看到水的问题了，是吗？是吗？是的，是的。继续说吧，库克弟兄。我这里正在找引文。我很高兴卢克弟兄也提到了烟草和尼古丁之间的问题。在这方面的差异，因为很多人似乎一直在为此苦恼，尤其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圈子里。这是应该有许多教会中的人向他们解释清楚的事情，因为即使你提起这个问题，让他们使用贴片，他们也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觉得你是在向他们的系统中注入烟草，而不知道两者的区别。吃他们不时吃的这些东西中的所有东西。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他们举行了这个，你知道的，叫丰盛餐，就是大家带菜分享，人们带来食物，互相分享。我的意思是，我记得有一个女士带了他们的植物，有些人在加勒比地区称之为 balange，他们用它做了一个派，切成片，做成派之类的。就这样了。人们在消耗它，吃掉它，却不知道自己摄入了大量的尼古丁。最近我跟另一个人说起他的病时，他用的是尼古丁贴片。他说：“那个，我意识到的是，为什么他们退出了吗？”哦，明白了。对，所以他们在那里，他当时在。
尼古丁，以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使用尼古丁，他们在摄取它，但混淆了它与烟草的关系。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下午能够讨论这个问题，展示它们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提取物，是其中一种化学物质。烟草叶子可以提取出这些物质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人你无法告诉他们教育是必要的。教育是必要的。有人说茄子帕尔马干酪，帕尔马干酪，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他们在吃它。我的意思是，他们什么都在吃，并说哦，它味道真好。你知道，我试图向这个人解释同样的事情，他在吃那里的东西，但他不理解，他实际上是把他的烟草都吃掉了，他只是消费它们，而且很多人用。他们中许多人使用辣椒粉和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在用。你之前提到的那件事，我不知道你是否听到我在聚餐上说的话，你一下子就走了。是的，我在说，我多年前就放弃了在聚餐上的那件事，因为大多数姐妹